大家好，我是 Klaus。之前有人建议我说说中共的好，看来总是有人觉得中共每年花纳税人100亿美元的对外宣传还是不够。那好，我们今天就来讲一下中共的好。我们要讲的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里，历朝历代没有做到的一点，而中国共产党却做到了。另外，本次节目还会跟大家解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由来，和为什么国籍不是中国的华人却摆脱不了中国人身份的现象。跟我们看到最后啊，谢谢。狭义的封建制度的定义是由共主或者中央王朝给宗室成员、王族和功臣分封领地。定义里面有很多词语已经不是现在的用词了，所以单纯在表面上按照封建制度的定义，现在的中国好像并不是封建社会。但这些只是语言上的用词变化，我们要从本质上去分析。封建社会有几个方面的性质，第一就是中央集权，这个很好理解。第二就是等级制度，现在的中共国从建政开始就有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出身论就是等级制度的一个产物。很多人因为所谓的出身不好，不仅不能受到公平的待遇，而且还会受到批斗和迫害。严格的等级制度还会产生继承制，在中共国称为接班，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儿子接替老爸的位置很普遍，红二代、红三代因此而来。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改变，但等级制度依然存在，甚至不同等级的人到了监狱里待遇都不一样。第三，土地财产集中化，在古代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在中共国，农民虽然打倒了地主，但并没有分到土地，人民对土地、房屋只有使用权，并没有所有权。另外，中共国还沿用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秦朝开创的，户籍制度为秦朝提供了以下3个功能：第一，方便抓壮丁，服务兵役；第二，邻里的互相监督；第三，服务于连坐制度。这3点是不是大家都能联想到什么？中国的户籍制度也是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的体现。说到中国户口，可能香港、台湾的朋友们就没听过了，西方国家更是没有。在中国，出生在1线城市还是2线城市，县城还是农村等等，不同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待遇。所以从广义上来讲，中共建政以来，在本质上并没有和几千年来的封建王朝有所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根据中国的传统，以下我们称呼中共国为红朝。以上就是一个知识背景，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在红朝之前的所有朝代都没有能够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对待国家统一这个问题上都没能做到在纵向上的统一。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统一分为横向和纵向，横向上的统一是指在空间上的统一，而纵向上的统一是指在时间纵轴上的统一。横向的统一只会是政权的统一，而政权只是国家的一部分，是国家的行政机构。在当今红朝之前的历朝历代都只是做到了横向上的统一，他们在建立政权之后都会取一个不同的国号，也就有了唐宋元明清，他们都是以国号自称。我们通过影视作品也能看到，古人用的旗子都是写着国号。他们这样做无一例外产生了一个巨大漏洞，比如清朝人自称为大清子民，清朝的爱国教育自然就是要大清子民热爱大清。可大清才多少年历史，大清子民为什么要爱大清呢？清朝人的爸爸、爷爷往上追溯总会是大明的子民，为什么我的祖宗爱大明，而我却要爱大清呢？所以整个清朝反清复明的活动就从来没有断过。在纵向上不能统一，就会导致国民产生身份认同的矛盾，进而使得国民在国家和政权之间分得很清楚。所以清朝人很少称呼国家，而是称呼朝廷。不只是百姓，官员都是称呼自己为朝廷办事，效忠朝廷。这也就是为什么清朝和列强每次开战，看到清军被洋人打败，老百姓都会拍手叫好。这种矛盾和漏洞在历朝历代都存在，所以维护政权的只有既得利益者，也就是所谓的食君之禄，担君之忧。维护政权的都是跟政权利益挂钩的，一旦利益链条断了之后，马上就会倒戈。而这个几千年的漏洞却被当今中共建立的红朝给堵上了，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和中华民族这2个新发明。中共常常说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甚至是中国上下5000年，把未来的5000年都统一了。但事实上，这些话本身就是前后矛盾，因为中国和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没有5000年的历史，
这两个词都是近代的发明，古代文献中很少使用中国一词，出现的时候也只是单纯的字面意思，从来没有代表政权或者国家。就像上面所说的唐宋元明清，他们都是有自己独特的国号，从来没有哪个政权称呼自己为中国的。而中国正式作为政治用词是从清末开始，清末与列强签订条约开始自称为中国，而外国也开始称呼清朝为中国。而中华民族是梁启超1902年发明的，中华民族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词，也不是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一个民族。梁启超还同时强化了新中国的概念，新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两个大一统的新概念，使得中国全面左转，成为了共产党革命和打倒一切的口号。梁启超晚年后悔莫及，也因此得到了报应，家人和后代在中共国全军覆没，二夫人和长女在文革被迫害致死，长子梁思成为中共设计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但仍然被迫害致死。洪朝在有了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两大发明之后，一下子就解决了中国封建王朝以来不能在纵向上统一的漏洞，因此完美的把政权和国家的概念混淆到了一起。中共没有像历朝历代一样为自己的政权起一个特殊的国号，而是直接以囊括上下5000年的中国自称，这样就直接解决了我们上面讲过的国民身份认同的矛盾。中共的历史课本把历朝历代都定义为中国，甚至在考古学上把在中原地区的原始人也称为中国人，虽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国的概念。所以相信这些或者说被中共洗脑的人就没有反清复明的必要了，你的祖宗怎么追踪都是中国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在中共政权统治下的人也永远摆脱不了中国人的身份，只要反共或者反中都会被指责。比如有些人会说反共反中的就不是炎黄子孙，甚至不要说中文。而中华民族的概念一下子就解决了民族分裂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既然大家上下5000年一共10000年都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那也没有必要搞分裂了嘛。所以反共反中就会被扣上分裂的帽子。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外华人拿的是外国护照，还是会被中共绑架回国，而外国人反共的更多，但中共并不会在乎他们，就是因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概念超越了国籍的概念，让华人可以被扣上叛徒、卖国贼和分裂分子的帽子，而这些帽子却无法扣到外国人头上。虽然我们应该自豪自己的血统，但我也听过很多人说不想做中国人，外国人反共就名正言顺，没那么多人攻击他们，而只要你有华人的血统就不行。所以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两个概念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华人身上的枷锁。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引起一些人的思考。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视频我们从中美100年关系史中分析了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还是朋友。网友淼雄说，美国干预苏联核打击中国是对抗苏联，美国没安啥好心。假设你说的是对的，美国没安好心，可结果是美国没安好心的救了中国和挽救了中国人民。中国会死多少人，核辐射和核污染到现在都不可能消除，中国遍地都会是创伤，可能100年都恢复不了。像这位网友都不可能有机会在这里敲键盘了。中国古语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想报恩就罢了，还要反咬一口说别人救你没安好心。另外还有很多人说美国做这些都是为了自身利益，按照这个逻辑，那好人就必须要饿死，做好事就不能拿1分钱。网友 Rich Sing 说，中共忘恩负义，没有美国，中国早沦为日本殖民地。中共多次感谢日本侵华，让中共有机可乘夺取政权，但实际上中共要感谢的应该是美国，没有美国，中国都没有了，还哪来的中共政权？网友 VV 说，很多人说美国帮忙多此一举，我们再来详细分析一下日本投降时的情形。当时日本自发动全面侵华一直到投降，整体来讲日本都是在往前推进的，从沿海城市一直逼近到四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边前进一边投降的，投降都是发生在进攻转为防守，防守再坚持到弹尽粮绝，最后再求和，求和不成才投降的。反过来看，中国被打到一半的领土被占领，首都都迁到西部了，都没投降，怎么反而日本投降了？没有美国的话，中国最好的结果就是和谈。中国在1945年之后再坚持一段时间，日军转攻为守，然后国军转守为攻，日本花了8年占领的整个东部地区，假设中国也能用8年拿回来，
然后中国还有能力打到日本本土吗？回到战前的状态，肯定谁都不想再打了。不打到本土，日本没有理由投降。双方签订停战协议，所以没有胜负。所以日本侵华，单靠中国是不可能赢的，最多只是打个平手，而这个可能性还非常的低。网友 PenXE 说，中共教育学生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却没有说是怎么失去的。当然教科书上没法说是怎么失去的，因为中共从1949年建政开始就没有席位，所以当然就没有失去这一说。网友林说，中共新闻总是讲中方不惜一切代价，后来慢慢意识到自己就是代价。网友 Moe Coffee 说，不输出革命，不挑战国际秩序，美国不会管。然后列举了几个国家的例子，说得很有道理。确实美国也不会牺牲那么多的精力主动干预别国内政，但是影响到世界秩序就是另一回事了。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